嗨，我是 Cindy，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过去的5年，因为搬家，我做了2次大型的断舍离，让我深刻体会到东西少一点，生活可以轻松很多。不仅可以花更少的时间和金钱在整理收纳上，还可以让空间更清爽，心情更自在。先澄清一下，我完全不算一个极简主义者，我很喜欢买家居装饰，也有很多的 DIY 工具。但相比起以前疯狂的买，我现在更理性，也更能分辨哪些东西是完全不需要，该果断放手的。今天我就整理了25件家里可以立即丢掉的东西，希望可以给你们一点灵感，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有什么准备立刻处理掉的，或者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丢了之后超级后悔的。那不啰嗦，现在就进入正题。打包搬来这个新家的时候，我发现厨房里原来有好多重复的工具，2个蒜泥器，2个啤酒开瓶器，2个红酒开瓶器，但这些东西实际只需要1个就够了。我发现我以前会有一种缺乏心理，总是觉得东西要多备1个才安心，怕万一坏了或者找不到了怎么办？但现在我慢慢转变成了一个丰富心理的人，更注重在自己需要的东西。我的想法变成了东西多不等于生活更好，缺了再买就行，不需要过度囤积。2、过期食品。上次准备 Kitchen Tour 那支视频的时候，我清理了一下橱柜，结果发现了好几包过期食品。最夸张的是，我翻出了1包已经过期2年的鸡肉高汤粉。我问我老公，这个已经过期2年了，你还要吗？他居然特别认真的说，当然要啊，这是干的粉末，不含水分的，可以保留很久很久。我一打开那个罐子，里面的粉已经完全变色结块，像石头一样硬。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负责，别心疼过期食品了，立刻处理掉吧。3、外卖调料包。我以前有个习惯，就是买披萨回来的时候会留几包辣椒油，外卖点寿司也会存2包瓦萨比，总觉得以后会用到，但实际上每次点外卖都会又收到一堆新的调料包，那些存下来的就这样一直被搁置在冰箱里，所以与其一直囤着不用，不如立刻把它们吃掉，或者直接清理掉。4、开封很久的食物。你们有没有买过大瓶或者大罐的奶油、意面酱、番茄酱、蚝油等等，想着大包装更划算，可以多用几次，结果开封之后用了1次2次就被遗忘在冰箱的角落。但其实一旦开封接触空气，这些食物的保质期就会大大的缩短。大家可以检查一下冰箱里有没有开封过没吃完已经过期了，或者你也拿不准还能不能吃的食物，立刻丢掉吧，千万不要通过肉眼来判断有没有过期。作为一个曾经食物中毒3次的过来人，我真心提醒大家，放太久的食品千万别随便吃，以后如果不确定能不能很快就用完，还是优先选择小包装，既能避免浪费，也不会让冰箱里堆满用不完的瓶罐。5、闲置的小工具和电器。你可能会想，我留着这个工具，万一哪一天会用得到呢？但是如果你1年里都没有用到过它，就说明你有其他的办法来切片、削苹果、去核、分离蛋黄，那它就真的是多余的。类似的还有很多厨房小电器，比如酸奶机、豆浆机、三明治机等等。你可能买的那段时间图新鲜用了几次，但后来就闲置了，那它们只会占着橱柜或者是台面的空间，赶紧处理掉吧。6、有划痕的塑料容器。长期使用的塑料制品，特别是有划痕的，不仅容易藏污纳垢，根本洗不干净，还可能释放有害物质。如果你的塑料容器已经老化变形，或者有明显的刮痕，那就别犹豫，果断丢掉。以后存放食物可以优先选择玻璃或者是不锈钢材质的，更安全也更耐用。我很推荐宜家这套盖子和容器可以分开购买的系列，盖子丢了或者玻璃器皿碎了，都能轻松买到替换的，非常实用。对了，等我的客卧改造完，我会做一期关于衣橱收纳的主题，感兴趣的话不要忘记订阅，这样视频发布的时候你就会收到通知啦。7、落单的袜子。落单的袜子就丢掉吧，如果你常常会弄丢或者穿坏袜子，那以后可以考虑买相同款式和颜色的，这样就可以任意组合，不怕少一只啦。8、磨脚的鞋子。20几岁的时候，我还会为了漂亮忍受磨脚的痛苦，但现在我再也不会这么折磨自己了。比如这双 Stuart Weitzman 的高跟凉鞋，每次穿上都痛到怀疑人生。我本来一直没舍得处理，因为是我老公送的，他还会调侃我说，我把他送的东西处理掉的话，会不会有负罪感？但回想了一下，过去的5年里，我只有1次在葡萄牙参加婚礼的时候换上了这双鞋，结果穿了5分钟就受不了了，立马回到车上把它们换了下来。借着这次拍视频的机会，我终于下定决心把它们放上了二手网站。我想通了，即使是他送的生日礼物，如果从来不穿，放着积灰，那才是真的可惜。9、旧的内衣裤。冷知识，内裤一般建议每6个月
月到1年就更换新的，因为即使清洗之后，内裤上仍然可能残留大肠杆菌等等的微生物，长期下来细菌会累积，可能导致感染、过敏或是炎症。但我相信很多人都做不到内裤穿了1年就扔吧。不过如果内衣裤已经脱线、变形、起球、破洞，穿着不舒服了，那就立即扔掉吧。简单生活和舒适并不冲突，不代表我们要随便凑合。2年没穿过的衣服，一件衣服如果你2年内都没穿过，那很可能是没有适合的场合穿，或是不够喜欢，那就赶紧处理掉，给衣橱腾出更多空间，整理起来也会更方便。坦白说，我自己一直舍不得丢的是我在国内工作的时候每天穿那些正装衬衫和西装裤。我总想着，万一以后我又找到一个工作是需要天天穿正装的呢？可是来法国读研和工作4年多了，我几乎从没穿过它们，一直都放在收纳箱里。我下定决心处理掉它们的时候，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11破洞的衣服，有些人会习惯把破洞的衣服留下来当睡衣穿，尤其是 T 恤，结果旧 T 恤可能攒的比上班穿的衬衫还多。穿着这些破旧的衣服在家里，既不舒服，也会显得很邋遢。与其继续把它们当做家居服，不如趁早处理掉，要么把洞补起来，要么直接丢掉，要么剪成抹布回收利用。12不合身的衣服，特别是那些穿不下的衣服。我曾经极端节食，瘦到70几斤，穿24码的牛仔裤都很松。那时候穿的几条牛仔裤我保留了好多年，总想着等我瘦回这个 size， 我就又能穿它们了，甚至觉得它们能给我减肥的动力。但现实是我再也没有回到过那个身形，而且瘦成一道闪电也不再是我的目标了。当我决定丢掉那些衣服的时候，感觉自己好像是放下了过去，整个人都轻松了很多。如果你有类似的经历，别忘了给这个视频点个赞。13指甲油，我之前收集了很多不同颜色的指甲油，可实际我涂指甲油的频率很低，而且买了那么多，换着用的话，每瓶可能用个5年都用不完。但是看到瓶子里还剩这么多，又觉得扔掉好可惜，就很纠结。不过要记住，指甲油也是会过期变质的，太旧的就赶紧丢掉吧。14用不到的小样，我们买化妆品和护肤品的时候，常常都会收到一些小样，想着旅行或者出差的时候能用，结果囤了一堆，可能旅行的时候忘了带，或者外出的时间长还得带更大罐的，也可能根本就不常出差旅行，所以能用的就赶紧用，不喜欢的就扔掉，或者是直接送给需要的人。网购下单的时候也可以动动手指备注不要赠品，或者有些网站可以让你自己选择小样的，就挑自己用得到的，而不是随机的赠品。15过期的化妆品，对，化妆品也是有保质期的，通常是1到3年不等。粉状的呢可以保存的相对更久一些，包括香水、粉底液、口红等等，过期之后不仅气味和质地可能会发生变化，严重的还可能引起皮肤过敏或是炎症。而且很多时候化妆品如果已经放到过期了，很可能就说明你根本用不到或者不爱用，那未来也不太可能再用它们，所以不如趁早清理掉，留着只会越放越过期。16过期药品，虽然药过期了不一定有害，但药效会受影响，毕竟是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尤其是用来治病的，还是安全和疗效第一，所以不要犹豫，药品过期了就立刻扔掉吧。17用不到的小电器，你们有没有曾经一时兴起买了各种美容美发的小电器，比如各种卷发棒、面部清洁仪、美容仪、冲牙器等等，结果都闲置了？我前2天突然发现有一个800年没用过的 Foreo 洁面仪，明明知道自己不会再用了，我居然一直留着。大家不妨也检查一下自己的橱柜，看看有没有类似的东西，用不到不好用的能卖就卖，能捐就捐，不然就丢掉吧，别让它们白白占用空间了。18不再喜欢的家居装饰，我们刚开始给家里做软装的时候，特别容易买一些看上去非常喜欢，但和家里的整体风格不搭的装饰品，也可能是后来改变了风格，不再喜欢了。很多家居装饰品，比如花瓶、挂画、摆件这些，往往体积比较大，或者是形状不规则，特别占空间。所以如果发现自己不再喜欢或者用不到了，那就不要等，赶紧捐掉、卖掉，或是送给用得到它们的人。19读完的书刊，读完一遍之后就不会再看的那些书本杂志就可以卖掉或者捐掉。很多书在二手平台上都很容易出售，除非是对你来说有特殊意义或者是有收藏价值的，否则就没必要留着积灰。如果你像我一样爱看纸质书，可以采用 one in one out 的原则，这样既能保持书架整洁，也能腾出空间读更多的书。20纸质说明书，现在大部分的设备我们都能在网上找到说明书，而且有时候教程甚至会更详细。至于那些小众物品的说明书，你可以用手机拍照存下来
来，建立一个专门的文件夹，命名归类，这样不仅不占收纳空间，还比需要的时候翻箱倒柜的去找纸质说明书方便多了。21用完的笔记本，你会不会留着已经写满的笔记本，总觉得也许哪一天会需要回去翻找点什么？但这种情况极少发生。现在我的习惯是，重要的内容要么直接做电子的笔记，要么就是记在本子上，然后立刻拍照存进手机或者电脑。那些再也不会翻的旧笔记本，不如果断丢掉，给书柜腾点空间。22手机应用，大家可以打开手机看看有没有不少早就不用的 App。我前段时间整理手机内存，发现了好多一时兴起下载然后彻底闲置的应用，比如白噪音、习惯打卡、纪念日倒计时，甚至还有前公司的门禁 App。这些不再用的应用不仅占内存和屏幕空间，甚至有的还可能因为你当初的权限设置，一直在后台偷偷运行，追踪你的信息。今天就动动手指把不再用的 App 卸载，给手机减负吧。23充电线，一团团的电线整理起来是让人很头疼的事情。现在的家里各种小型电子设备越来越多，每买一根就会附送一根充电线，而且它们很多还是通用的，所以大家在考虑怎么收纳电线之前，不如先检查一下哪些是重复的、用不到的，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对应的电器早就坏了，或是已经处理掉了，配套的电线还留在家里的某个角落，这些都可以立即清理。顺便提醒一下，在法国充电线应该尽量扔到专门的电子垃圾回收点，更环保，也能让材料循环利用。大家可以查一下自己当地有没有这样的回收点。24旧电池，以前我们家也有把旧电池留着的习惯，总觉得还可以榨干最后一点电，结果换到新的电器上就会发现，因为电量太低，根本用不了多久。所以旧电池该扔就扔，不要奢望多放一会儿它还会自己充电。如果想要更节省，也可以考虑试试可充电的电池，更经济也更环保。25用不到的礼物，我想这应该是最难断舍离的部分了。你们会不会碰到别人送的东西，即使不喜欢、用不到，也会舍不得丢，觉得这个物品代表了你和这个人的感情，或者觉得处理掉会辜负人家的心意？但说实话，大多数情况下，你把它们处理掉了，送给你的人根本不会知道。换个角度想，如果送的人知道你不喜欢或者用不到这些东西，他们也不会希望你为了负罪感把它们留着。对于那些有特殊的情感价值和纪念意义，但是完全用不到的物品，我的建议是把它们放进一个 memory box， 放在储藏室或者床底下，既保留了回忆，又不占用日常的生活空间。简单生活的关键不在于不断的丢东西，而是少买没用的。断舍离的过程也会帮助我们更加了解自己的需求、购物习惯和弱点。接下来你也可以看看我的这支视频，获得更多灵感。喜欢我的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和分享。如果你有什么想看的主题，也欢迎留言告诉我。那我们就下支视频见，拜拜。